你的账单已逾期7天，请于24小时内处理。你欠的钱再不还，你这破店就别想开安生了。怕归怕，店不能丢，楼上还有货，先盘完。朕要粮，朕的将士要饿死了。朕。陛下，这碗粥你喝吧。给你，喝吧。多谢。都怪朕。朕，江月，朔邦城31427人，今日断粮。粒米断绝，母子垂亡，求上天垂怜，救吾儿一条生路。米面、水、油、盐，这些能让多少人吃上饭？3000人，能撑10天。先喝，然后告诉我这道口子还能开多久？12分钟。喝水，汤粉到嘴里，别逞强。先搬粮。你倒下，谁让那边排队？清河，带能搬的人进仓。这是何处？好多的粮食！陛下不可，此人来历未明，这些东西也未验过。是米，搬。饼干太占地方，饮料太重，大米、面粉、盐，先走。方便面和罐头填缝，水只拿够今晚的。店家，整间仓不是更多？门有多能扛还不知道，每人1袋，过门就放下，别挤。袋装填边，重粮先过。大学学了4年物流，第一次拿来和关门倒计时抢人命。真粮，不是沙子。白碗，伤兵幼童，守城夜哨先领。这面饼是压缩的。熟得快，水开3分钟，别煮成糊。给他，朕排最后。狼妖上墙了！背墙缺光，狼妖已经上垛口。大不可，此物会放雷光。它只照明，剩余电量4小时。没有弓弩，黑里看不见，给刀也砍不到。先把它照出来，再让人拉。对面真有妖兽，我手里没有兵器，只能把能用的全算进去。清河，照他说的做，错一步，震旦。弓手看不清，往哪儿射？登上垛口，别照自己人，向外压。绳网络。左队跟我拉。右队换手，伤员退后，吃过粮的2队补上。这东西不割手，再来一头也拉得动。
天亮前，给我找出他们的新粮道。粮是救命的，账也得算。昨天3吨货，我这店扛不起第2次。陛下不可与来路不明之人谈国库。他已经开仓，朕不能白取。北境旧制10两，够不够？我不知道真假，能变成钱才算货款。验，若不足，朕再补。真金能救店，来路说不清也能送我进去。先找懂行的人。你爸留下的收音机又坏了，不是修东西。您先看，别问哪儿来的。不能问来路的东西，我不看。我欠23万，他要是假的，我现在就带走。跟我来吧。谁教你拿价签指封老金的？不是积压，入口旧，磨损也对。现代仿品做得太匀，这一档反而不匀，所以是真的。这是老金，纯度90%以上，不是现代工艺。能值多少？28万6。按金料、乘坐和旧工算，这一定我能替你安全出手。到账26万8，差的1万8是什么？检测、渠道、税费，还有我替你挡问题的钱。只办这一枚，再拿同志似的来，我不收。为什么？一件叫旧藏，一箱叫案子。欠款终于够了，剩下的钱得先变成下一批粮。都看看，一天卖不出500，还敢欠23万。12点到了，还不上，我们今天搬货抵账。本金、利息、结清费用，把最终数发我。23万0600，现在转。现在。逾期账目已结清。你哪来的钱？把结清证明发给我。刚才话重了，账清了，我们以后不会再来了。人家欠账也还清了，你领咱们来看什么？我就是随口一说。枪又开了。今晚不送粮。先知道门怎么用，再卡一次，3吨货全砸里面。拿石头试，俺来扛。店家，你这小方砖没有香灰，为何知道时辰？它叫手机，你先记结果。两边时流一样，每次12分钟。退一带。这墙还认秤，它认重量，3吨以内，先按这个办。货超重会闪，规则不全，至少能先避开一条死路。它可能是钥匙，也可能是锁，谁都别乱试。你怕朕夺门？我怕任何一边出事，另一边连原因都不知道。立约，你不在，朕不开门；朕不在，你也不开。每次先对人数、重量和时限，货不离清单，人不离门口。可。上兵营先要。城防营今晚还要死人。门有规矩，领货也该有。北墙今夜还要打，要全给伤兵，我人拿什么守？腹部中箭的再不止血，半刻都撑不过。都放下。别按营分，按颜色分。红色，马上不用就死人；黄色，今晚必须用；白色，可以等到明天。谁来定颜色？军医报伤情，
沈将军报城防缺口，已贴签，最后陛下定颜色。负伤失血最多，腿伤尚能等，第三人只是饿晕。红签走中道，黄签靠左，白签原地不动。血压住了，人能抬回去。今后舱门物资，先看颜色，再看营号，越线抢夺，军法处置。北墙8人，2人没份儿，先给拉钢蛇的，其他人轮换用。手套不跟人，跟岗位。你守了几夜2夜，昨晚那碗让给伤员了。吃，手套到岗再戴，谁知少谁用。货没有变多，排队一次能少死1个人。今日死213，重伤406。我按时数备货，明晚12分钟，一件不少。周老板，听说这店是父母留给你的，买东西看价票，找人先说名字。做旧货生意，最近缺钱的人多，若有祖上传下来的老物件，我给现款，金银、玉器、旧兵器都收。东西来路越久，价越好谈。我家开超市，不开古墓。2楼不是老仓吗？老人留下的箱柜里总有漏掉的东西。他认定我缺钱卖祖产，给他一件能解释的，看他到底想问什么。我爸留下的，要不要？还有别的吗？颜色发黄，压手，底下有字的。你要金子，那得去银行，不该来我这儿。随口问问，2楼能看一眼吗？食品仓，外人勿进。旧秤砣100，要就扫码，不要别挡着顾客。老人家，这店2楼平时进什么货？米面油，不然还能进棺材盘。那订金的风已经出去，今天这人拍楼梯比拍东西多。您认识他？不认识，才麻烦。陛下，灯油剑齿都够，守门的人扛不住了。2队撤下吃粮，3队补门，缺的是绳、手套和能立刻入口的食物。清河去废军康，敲3次，等周远回应。周远，开门！有人举报你2楼囤了大批不明货物。例行查看仓储和消防，不配合就登记处理。两边都在敲，开下面的门会误事，开上面的门会暴露。请出示单位和检查范围，我换身衣服，5分钟。你店里还能换什么衣服？拖时间就是心虚。店家，北门将破，陛下等你开仓。最后1分钟，不开门，我们联系开锁。楼下有人查仓，现在开，门光和货车声都藏不住。北门在挨3撞，和睦会断，已经第2撞了。我就说他楼上有鬼。周老板，开门。北门破了。临时检查，先看1楼，2楼是食品仓，等我到场共同登记。退回的旧秤配件，我带走修。楼下他们检查只能拖6分钟，快，再快1车。
1楼未见异常，2楼明天按程序复查。可以，请把未见异常写清楚。你自己不卖货，半夜带人查别人，图什么？第1盏灯推3丈，空垛留给他。关内门，落使者。灯转向城外，攻守射持旗者。沈征，开侧门，放10人出去报信。北门的弟兄，深蓝退回去。北门不躲，北门不躲。粮、绳、灯，一夜全有。他们的仓不在城里。朕有个计划，但需要更多能让人在夜里看清东西的东西。夜视仪，什么？300米内伸手不见五指，能用这个看清人脸。周远，朕欠你的，不是金子能还得了。先欠着，打赢再说。今晚动手。6000守兵，3头狼妖。你的夜视仪能看到他们，他们看不到朕。你的妖鸟拍了3天，呼延图认为峡谷3面是崖壁，没人能摸进去，所以他懈怠了。这个，万一出了意外，往天上打，我会等。你什么都看不见，等什么？等你的信号。没有信号，我不睡。朕在位1年，朝堂上的人跟朕说了1万句话，每一句都有目的。你不一样，你没有目的。我有目的。你打赢了，碎玉玺赎回去，我还想看你赎他的样子。你说过会有光的。粮草大营烧完了，3颗信号弹。你不是说信号弹是求援？朕改了主意，第1颗给呼延图看，第2颗给守城的弟兄看，第3颗给你看。伤亡多少？大半不是战死的，是粮草烧起来之后自相煎烫才死。3头狼妖被砍了2头，剩1头跟着呼延图往北跑了。周老板，多亏你的夜视仪，一群蛮子到死都以为是大周请了巫师，没人想到是被人在夜里看见了。朕说过拿一座城赎他，现在跟你谈这笔账。朔方城值多少？不知道。3万将士，10万百姓，一座3000年的要塞，加上朕这条命，够不够？凌晨3点半通过的好友，你也没睡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看那面墙，挖出来的东西能塞满一个博物馆，但所有史料写都同一件事：朔方城在朔月之夜被攻骗。我在地层里挖出一件不该存在的东西。3000年地层里，碾浮棉球，生产日期去年3月。我不是来抓你的，我是来问一个我答不出来的问题。那面墙后面到底有什么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信吗？我信考古证据。一个女人，一身银甲，替3万人来淘米。你昨天是不是见过孙琦了？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那个超市不查了，要么是他觉得查不出来了，
要么是他觉得这件事儿比查文物重要得多。这是上次宝石的钱，总共28万。小周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在帮什么人？老邱，如果我跟你说，我在帮一个3000年前的皇帝打一场没打完的仗，你信不信？那个皇帝是男是女？女的。那钱你拿着，进货够了，下一批宝石我不收手续费了。你爸要是知道你在做的事儿，他会跟你一样。小周，古大周在文献里只有残篇，但有一句话我记住了：朔方之围，3月不降，3万人打到800。史书上说，那一战打光了整个大周的精锐。如果你那边那个女皇帝真的是江月，那这一仗按历史本来该是他输的。所以呢？所以你那些米、那些药、那架无人机，不光是在救人，是在改写3000年。联军多少人？不会低于25000。城里还有多少人？现在兵力差不多。呼延图还有妖兽。那丫头，你们那个女皇，她知道吗？她知道呼延图会回来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那就得让她知道。我放大看了一天，这几个白点不是帐篷，是新立的木桩，他们在建新的营地。多久能建好？讨袁联军进节，按古代行军速度，15天到20天，够了。15天够我把半个鹤月的药店搬过去。25000，朕的兵能战者不足2万，人数差5000，不止。他还有一头狼妖。这个能发电？电？白日？朕用了3年习惯黑夜里等死，你用了30天，让夜不再可怕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是一条古河道。3000年前，朔方城的地下水和你的超市是同一层海城城，那面墙不是裂缝，是水脉，你们之间隔着的不是时间，是水。呼延图在派人摸我们的城防，他现在知道城上有光了，但他不知道光从哪儿来。朕估计他还会派鹰妖来。你的妖鸟飞不了那么远，北面300里以外，无人机信号会断。那就不靠无人机。这个，你的1队守城墙，2队守城门，3队巡城，每人1台。夜里狼妖来了，城墙上的人不用跑3里去报信。试试，你到墙那边去。周远，听到了，很清楚。这个东西多远都能听见。你站在城中军营就能收到，不用跑，不用喊，不用祈雨。朕的父皇打了一辈子仗，他死之前跟朕说，战场上最可怕的不是敌人，是不知道敌人在哪。我测了一整天的地下水位，你家超市的地基和北郊遗址的地基是同一个下水系统，3000年没断过，产生了共振，它一直在那儿，只是以前没人触发。那裂缝为什么会越来越大？因为水流变了，每次墙开启，那边和这边的水压产生交换，裂缝不是在被打开，是在生长。周远，这面墙不是让你搬东西的通道，它是一个正在扩大的伤口，那边的整条水脉可能正在干涸，那就在它关闭之前，把能送的东西全送过去。妖鸟拍到了这个，昨夜北面哨兵用探照灯扫到的。鹰妖比上一次飞得更低，他在试探灯能照多远。他受伤了，可能是被探照灯晃了眼睛，撞到了什么东西。如果他回去报告了呼延图，他会知道城上有光，但不知道光能打多远，能持续多久。那就让他猜，猜得越久越好。他猜的每一天，你都在城墙上多装一盏。按了一下通话键，3息之内，整条北墙全部点亮。说女皇亲口回了他。你记住你每个兵的名字。3万人，不全记得，但巡城的时候路过他们的哨位，他们会喊陛下。再不记住，说不过去。
我试了一晚上，想听听你那台对讲机能不能收到那边的信号，啥都听不着，只有水声。水声？你把对讲机频道调到最低，不用按键，能听到水在管道里流的声音。不是咱们这栋楼的水管，是地底下的。孙琦说的水脉，就是这个吧？你每次往那边送东西，不是穿过砖？那水还能流多久？孙琦说，如果水脉干了，那面墙就永远关了。关之前，裂缝会越来越大，光会越来越亮。朕在北墙。风大。围巾很暖。朕的父皇以前巡城，走累了就在这段城墙上坐一会儿。他走之后，朕一个人坐。今晚不是一个人。周远，你有没有怕一件事做得不够好？每天都在怕。朕也是。白天3万将士看着朕，朕不能说怕。你在的时候可以说。等你那边仗打完，你来我这边，不用打仗，不用巡城，就坐着，想坐多久坐多久。你那边降温了？北境入冬，昨晚城墙上冻死了2个哨兵，军中大夫说冻黑了就得切。朕的母后留给朕的最后一件东西，能换多少保暖之物？你母后给你的东西，收好。100套保暖内衣，30双棉靴，尺码我不知道对不对，你们自己分。还有这个贴在衣服里面，能热6个时辰，没有火，没有烟，放哨的时候贴在胸口，不会冻死在城墙上了。它在发热。我说了，6个时辰，1片管1夜。朕今晚巡城，每人发1片，告诉他们，这不是巫术，是周元给的。还有一个东西，10里之外的人脸能看清。10里之外的人脸，往城楼上一坐就能看。你超市下面那条水脉，过去30天的水位下降了4米。4米是多少？正常的体髓层1年才波动1米，你1个月掉了4米，说明那边在大量消耗地下水。他那边可能会断水。他城里有多少人？按史料推算，3万守军，10万百姓，13万人。3000年后的水和3000年前的水是同一条水脉。我这边的水管能通到他那边吗？物理上不能，但你可以把水桶搬过去。桶装水，你仓库里有的是。今晚北墙没有冻伤报告。张阿四说，那个白色的小片儿是他这辈子遇到过的最好的东西。白底红边，朕没见过。孙琦查到了，白纸红边是节部，史书上说该不用骑兵，用象。象几吨重的象，身上披铁甲，冲起来撞城墙，你们那堵墙顶得住吗？朕看了2天，夹部的象至少20头，每头象背上架了木台，能站6个弓箭手，象额上绑了铁甲，箭射不穿。陛下画了1夜，天亮的时候说，常规手段破不了。象怕什么？火，但车不给象披铁甲，就是防火。火把扔上去，铁甲烫不穿。不是用火烧象，是用声音，是让他们发疯。让象发疯，然后呢？这个不需要火药，不需要内力，不需要阵法师。这就是4根钉子，从一个角度永远朝上。你撒1000个，不用杀象，象自己会停下。我刚从百教遗址回来，那边的地下水 pH 值、矿物质含量、微量元素比例跟你超市自来水基本一致。3000年前的地下水和今天的水化学成分一模一样，这说明水脉被封在地下3000年，没被污染过。所以他那边的人喝的水和我喝的一样。但他在3000年前的北境，冬天井水会结冰，13万人冬天靠凿冰化水，你的桶装水只够几千人喝几天。这个扔进井水里能把脏水变干净，不够13万人，但够3000守军。周远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偏偏是你？为什么是你家超市的墙？为什么不是别人？想过，没想通。这里是方圆50里唯一能买到粮食的地方，等一个能在他旁边放粮食的人。
1300个铁犁，朕让人在城墙前面撒了3层，北面撒的最多。扩音器试了没？试了，对着马棚试的，3匹马全挣脱了缰绳。朕的骑兵统领心疼了朕1个时辰。今天清河跟朕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如果父皇还在，他会羡慕朕。他说先帝打了1辈子孤军。他说的对。周远，朕知道墙可能会关，孙琦跟你说的，朕都听到了。如果那天来了，朕这边水脉断了，墙永远关上了，你给朕的3个月，比朕父皇的1辈子还长。还没到那天，12天后你先打赢，剩下的以后再说。朕昨晚在城楼上看了4个时辰，望远镜冻住了2次，拿暖宝宝贴着镜筒才化开。呼延图把战象放在中军，他想用象冲城门，粮草压在后面20里，他怕朕再烧一次。这里，朕看了4天，每天晚上子时到丑时，这个区域的守卫会全部撤走，不是换岗，是撤走。有啊。对，呼延图故意留一个口子，等朕派兵出去。朕的探子若不够耐心，出去了就回不来。在你的妖鸟拍的照片里是干的，但现在是冬天。雪。但呼延图不知道，朕知道。他不知道朕有一个坐在城楼上就能看清10里之外人脸的东西。朕今天上午用对讲机部署了3路伏兵，那个河床到时候不是呼延图的退路，是他的陷阱。你跟1年前不一样了。1年前朕只会守，现在朕知道怎么打。这位是北郊遗址考古队的刘公，自己人。他有个东西必须给你看。他曾经承受过巨大的液体压力。简单说，这块砖被水穿过，不是泡在水里，是水从它内部穿过。也就是说，墙的裂缝在3000年前就有，在江远还活着的时候。他那边也有一面墙，一样的砖，一样的裂缝，对着我这边。对，是有人在3000年前故意把这2面墙放在了同一个水脉的2端。谁？这4个字我在遗址里见过3次，每一次都是在祭祀器上。这4个字是“万岁，江苑”。这东西和砖庄同层出土，不是大周纹样，更像北方冻土带的祭符。今天有人挖出了一块砖，上面刻着4个字：“万岁，江苑”。那是大周的龙脉，龙脉在，大周不亡。那根铜管连着你的军械库和我爸的供销社。朕一直以为龙脉是传说，现在朕知道了，不是传说。3000年前，大周的龙脉是。按这个速度，不是30天断水，是最多7天。墙的裂缝和水位是同步的，墙可能在决战之前就关了。还有净水片，能买多少买多少。你知道5天买这么多物资会引起什么级别的注意吗？知道，我不是每一次都能拦住。上次那个工商执法员后面站的是文物局，下次可能是别的部门。如果拦不住，就把这个给他们。3000年大周女皇的传国玉玺，不会有人再管一个超市老板买了多少消炎药。这东西不能给，3000年之后得有人还给他。墙在变。孙琦说水脉最多撑7天，可能更短。够了，5天的物资够打完最后一仗。军械库后墙上拆下来的，朕昨晚一个人拆的，拆了1整夜。拆到天亮的时候，墙上多了一个洞。如果墙关了，你留着这块砖，你哪天看见你们这边的北边有光，就是朕在墙那边站着。你的名字江晕的月是什么意思？神珠，父皇起的。他说大周需要的不是刀，是一颗谁都打不碎的东西。他错了，他错了。错在哪儿？珠不是让人供着的。周远，朕以前怕这座城守不住，现在朕怕另外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怕墙关了以后，你一个人搬东西没人接。你家是不是在搞末日生存？差不多，你嫂子给的5000块，不多。她说给那个围着围巾的丫头买点东西，不用还。
全是野战思维，来攻一座有探照灯、有对讲机、有夜视仪的城。周远，这一仗在他出发之前，他就已经输了。第一次见你，你就穿的这件。朕让清河缝了3天，胸口那道刀痕补好了，这是最后一批。最后一批。朕没有金子了，首饰、宝石、金印，全给你了。碎玉玺朕不熟了，压在你这里，这是朕最后能给你的东西。朔方城北墙根下的土，朕昨晚巡城的时候用手挖的，握在手里是暖的。这个比金子贵。周远，朕有个请求，不是皇帝对庶民的，不是债主对欠债的，是江云对周远。你说。城墙上决战那天，你把对讲机开着，朕不会跟你说话。你在频道里，朕知道你在就够了。周老板，陛下让我来拿信号弹，最后10枚。陛下今晚在城楼上做了3个时辰，一个人。以前他也做，但以前没有对讲机，今晚他没带对讲机。我服侍陛下7年，7年里，他只哭过1次，先帝驾崩那天。今天是第2次。周老板，谢谢你，不是谢你的米和药，是谢你让他不是一个人。周远是吧？我们接到上级指令，请你配合调查，暂停一切经营活动。这批消炎药和抗生素属于国家应急储备物资管控目录，你一个超市进这么多药，流向哪里？孙队，有人来查获。周远的超市是北郊古大洲遗址考古工作队指定的后勤保障合作单位，文件上有可以打电话核实。核实了，抱歉，程序需要。速度太快了，你5天扫空50里药店，省里直接跳过了市局，不是文物局的人，是市场监管系统。谁举报的？匿名。但你记不记得对面那个便利店的老板叫什么来着？刘德彪。今天城里来了一个人，北门哨兵用望远镜看见的。呼延图派了使者，打着白旗走到城下300步，喊话。喊什么？说只要朕愿意嫁给他做子子，他就退兵，娶一个女皇比攻一座城划算。朕让清河用扩音器回了他一句话：大周女皇不嫁人，大周女皇埋人。使者回去之后呢？回去之后，呼延图把联军所有部落的旗帜全拔了，只留了一面他自己的狼头旗。他不搞战术了，他要总攻，所有兵力，骑兵、步兵、战象一起上，时间就在3天之内。你怕不怕？怕，但比3个月之前怕的不一样。3个月前怕的是守不住，现在怕的是打完了之后。打完之后？打完，墙关了，朕巡城巡到北墙，没有对讲机了，没有绿灯了，没有人跟朕说你那边风大。打完仗，你来赎这个，3块金锭换1块米饼，你自己开的价，你欠我的，所以你得回来。不赎了，你留着。朕在墙那边，你在这边，你握着它，朕知道你在，朕不用回来。城墙上的探照灯80台全部装好了。朕今天去了伤云房，那103个被你救回来的兵全部归定了。给他带的。城墙北门军械库后墙上有一个洞，他说他不信。朕说打完仗你自己去看。这个留给你，电池能撑3天。墙关了之后，你安这个，会亮。周老板，我看见你2楼窗户了，每天晚上橘红色的光，不是灯，灯没有那种颜色。我今天下午又去了一趟，他们说你有个文物局的人罩着，考古合作。我不举报你了，我要亲眼看看你2楼到底有什么。朕在北墙，今晚的星星很亮，朕没用肉眼看。上次用肉眼看星星是父皇还在的时候，别让他倒了。明天你站在城墙上，80台探照灯全打开，对讲机频道开着，我在。朕从来没问过你，你为什么愿意帮朕？你这个皇帝，跟我想的不一样。你要是说不够，朕就真的没有东西了。
够了，从第一天就够。是3个月前从墙里滚出来，砸在你仓库的水泥地上。信号弹你知道怎么看了？3颗是求救，2颗是退敌，1颗是朕想让你知道，朕在看着你这边。各段城墙报告。东墙就位40台探照灯，柴油加满；西墙就位铁基罗3层，扩音器10台；北墙就位张阿四在此，陛下请点灯。点。我就知道你这儿有东西。扩音器，现在。江月，墙要关了。刚才那道光，墙上那个裂缝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你看见了什么？光从砖缝里往外涌，然后灭了。你刚才对着对讲机说墙要关了，你对着墙说江月，谁是江月？你举报我的时候，你说我囤积医疗物资，你说我是倒卖药品，你说我的货没有1辆货车来过，你说的全对，全是给他送的。你疯了！3个月，每天晚上，他从那面墙里走出来。最后一次，他站在城墙上，25000人朝他冲过来，墙关了。我没看见任何东西。你的卷帘门是我撬的，我赔。你说的那个女人，她打得赢吗？地下水位停住了，4米的降幅在今天凌晨戛然而止，不是干涸，是停了。水位停在3000年前朔邦城同期地层深度，分毫不差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水脉没有断，是被堵住了。3000年前，那面墙在朔方城军械库的裂缝，被什么东西从那边堵上了。那个封堵物脱落了。水没断，在渗。渗水速度比昨天快了10倍，昨天是一滴一滴，现在是一条线。封堵物就是它，在3000年前被人塞进裂缝里，堵住了水脉。大周永熙27年，朔方女皇江月亲手封此墙，是她自己堵的。3000年前决战建业，江月亲手把自己的那面墙封了。为什么？幻世风怕你再花钱再冒险再被那个姓刘的盯上，他不让你过去了。孙琦跟我说了，那面墙是他自己堵的。这丫头打仗的时候还在替你省水，是从城墙上往下倒的火油。探照灯的金属支架融在城墙上，我查了，你给他的发电机、探照灯、电缆，它不是用来照明的，烧成了一条火沟。呼延图的战象冲到城墙下面的时候，不是踩到铁骑里，是踩进了火里。北郊遗址地层叹息寺测年确认，大周永熙27年正月15，朔方城下发生大规模燃烧。同日，狼部联军溃退，朔方城解围。墙要开了，你堵的石头在滑，水在渗，快了。
水的导电率在上升，不是普通地下水，是经过铜管的水，不是为了传声音，是为了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我不知道，但水位在回升，共振在加强，最迟明晚墙会重新打开。我店里还有些罐头和压缩饼干，快过期了，不好卖。你要是需要，江玉，周远，我听见了，你再说一句。周远，墙要开了。你那边打完了吗？打完了，呼延图跑了，战象全部烧死在护城河里，联军散了，朔方城解围，朕1个时辰全烧了。烧得好。朕还想烧更多，但清河拦着，他说万一靠墙重新开了，你问起来，陛下你拿什么交代？你交代一下你自己，你有没有受伤？左臂被剑擦了一下，不深。你上次留的碘伏还有，清河给朕抹了。周远，朕堵了墙，是朕怕你那边的人查到你，怕那个姓刘的举报到你坐牢，怕你再为我花钱。你拿了什么？你拿的都是你自己拿金子换的。金子还不了这些东西，朕在墙这边，青砖、裂缝，光很亮。你在那边吗？在。你把碎玉玺放在裂缝前面，朕能看到，光能透过玉，龙纹的影子打在朕这边的墙上，看到了。墙还会不会再关？孙琦说水脉在恢复，但不是恢复到以前，是找到了新的平衡。也许会一直开着，也许会偶尔关，他不确定。不确定就够了。朕这辈子确定的东西太多了，确定的敌人，确定的粮荒，确定的死亡。水位恢复到了正常值的60%，裂缝能保持常开，但宽度会随月相变化。今天是初9，还有6天到满月，大道可能不再是裂缝，是一扇门。门，那就是他可以随时过来，不用非得深更半夜，浑身是血。铜管会彻底修断，到时候水脉还在，但共振没了，墙会永远关上。那就是说不是永远，可能只有几个月。这座桥不是永久的。今天穿的不一样。今天不上朝。朕说女皇需要休沐3日，御史大夫这回真的吓傻了。他上了3道奏折，问朕是不是龙体欠安。阵亡将士1210人，朕已一一抚恤，每人名字记入军册，焚于北城楼上，告祭先帝。城中粮草尚余米面约40担，可撑1月，1月后需补。皇冠剩余珠子1颗，朕决定留着不卖。留得好。朕今天还在城里做了一件事。把军械库后墙上的裂缝用木板封了，门口挂了个牌子，清河写的，隶书。牌子上写：御用物资通道，非陛下手谕，擅入者斩。你这是把我的仓库设成军事禁地了？对，禁地，只有朕和清河能进。小门的钥匙2把，朕1把，你1把。虽然你这边打不开朕那边的门，但朕想让你拿着。光在变。
孙琦说满月那天裂缝会开到最大，还有6天。开到最大会怎么样？他说可能不再是一道裂缝，是一扇门。朕有个问题，3个月了，一直没问。你问。你第一次见到朕，浑身是血，拿着一把刀从墙里滚出来，你为什么没跑？你不是来抢东西的，你是来要东西的。要东西的人不会伤人，抢东西的人才会。朕那天如果先说的是救朕，你还会给吗？会给，但可能只会给1代女。所以朕的3万将士，是因为朕说了将士2个字才活下来的。我媳妇儿磨的，多了一碗。你那个墙好使吗？好使。那个女的，那个皇帝，他缺什么你跟我说，我店里库存比你大，你进不到的东西，我这边有渠道。刘德彪，你举报他3个月，现在要帮他进货，你这人赚的比龙卷风还快。我举报他是以为他倒卖药品，他不是，他是在救人。你要是进了我的渠道，我老婆有个表弟在省城开医疗器械公司，你之前那种消炎药批文要等半个月。谢了。别谢，你欠我的。你那个超市倒了，我这边的房租也会涨，连锁便利店会进来，你撑着对我有好处。这人说好话都不会好好说。朕批了1天的奏折，37道，最后一道是御史大夫劝朕尽快选妃。他说大周需要储局，朕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反正是你带。朕回了他一道朱批，3个字。哪3个字？朕不急。你也该歇一歇了。你现在在歇？除了你这儿，朕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不叫朕。朕今天批奏折批到一半，忽然想画这个：老邱的古玩城，孙琦的考古队，对面那家便利店，你超市门口的卷帘门。老邱的古玩城在地下，不在街上，你得往下画一层。地下？对，你说过，朕忘了。朕下次画对的。等你那边忙完，你过来一趟。就下来，老邱给你泡茶，刘德彪给你磨豆浆，孙琦给你看北郊挖出来的青铜器。朕从来没有去过别人家做客，总有第一次。月球引力和水脉共振的关系，我在实验室测了一组数据，潮汐力每增加0.1%，裂缝宽半毫米，龙脉系统全功率运转。全功率意味着什么？就碎了，龙脉碎了，墙就永远关了。这件我没见过。这件是朕母后的，她嫁给父皇那天穿的。朕登基之后穿过2次，祭天1次，祭父皇1次，今晚是第3次。孙琦说满月那晚铜管可能会碎。他跟你说了？对讲机开着，朕听到。朕今晚过来，不是来拿东西的，是来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如果满月那晚铜管碎了，墙永远关了，这辈子你再也见不到朕，你会不会觉得这3个月的东西白搬了？穿着你妈的衣服问我这个问题，你觉得算白搬吗？朕知道了，最后一颗珠子，朕还是抠了。这颗不是皇冠上的，是朕7岁的时候父皇给朕的。他说这不是珠子，是一小块从龙脉铜管上敲下来的碎铜。探子来报，呼延图没死，他退到了北海边上，狼不阻地，不多，但全是跟他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亲兵。另外，木桩上刻的不是狼，不是鹰。木桩上的标记我查了，是极北洞土带的。大周史料里叫玄冰萨满，他们训死人。石板上提取出了人体组织的微量残留，不是祭祀，是医疗。极寒地区的古代医术，蛇纹萨满用药物和低温让人进入假死状态。假死？那怎么行？他需要的是3000个不会逃跑、不会恐惧、不会违抗命令的人。你说的这种人怎么打？他会怎么用？他不会攻城，他会等满月那天，裂缝开到最大。他知道墙的存在了，那头狼妖跑了，他不是逃，是送信。孙琦说，呼延图可能知道墙的存在。那头狼妖看到了探照灯，看到了光从裂缝里涌出去，他回去告诉他了。那他满月之夜不会来攻镇的城，在你的仓库里。我不会让他过来。你怎么拦？你不会用刀，你一辈子没杀过人。我不需要拦他，我只需要让他看见他的萨满做不到的事。他的萨满让人假死，你的铜管让死人活过来。这边不是一面墙，是一条活的龙脉。活
国的龙脉，是万一岁瞳的光挡不住他，弓箭手至少能拖住半炷香。陛下，万一护颜图真的穿过来，您会过去那边吗？会，但不是去救城，是去救一个人。那属下就守在墙这边，不让任何人堵住您的退路。对讲机6台，满月那天晚上每人1台。老邱守后门，孙琦守窗户，我守卷帘门。你在2楼裂缝跟头。我一个收古董的，怎么忽然就成守城的了？你守的不是城，是一面墙，可能就碎了。如果碎了，你要做什么，在碎之前做完。每一个货架朕都想看，朕还想吃一碗泡面，红烧牛肉味的。你给张阿四的那种，他说好吃，朕不好意思跟他抢。小心烫。这个味道，朕回去之后让军需官来跟你学泡面，3000蜀军，每人发1包，从朕的司库里出。你司库里只剩岁瞳了？对，拿岁瞳换泡面，你换不换？换。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晚上要守一面墙，不是防盗，不是防火，是防一个3000年前的蛮族穿过水脉跑到咱们这边来。这杯茶喝了，明天晚上各守各的位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别让任何人上2楼。我店里仓库的钥匙里面还有4箱压缩饼干，2箱午餐肉。万一你们那个女皇打赢了之后缺粮，拿去。水脉3000年里第一次满负荷运转，龙脉不是铜管，不是水，是时机，3000年才来一次的时机。朕今天批了最后一道奏折，御史大夫又上了选妃折子。他说：“陛下春秋已盛，已早定储君。”朕写完就后悔了。明天御史大夫会跪在殿上哭，说女皇不选妃是为了一个墙那边的人。朕明天不来，满月之夜，朕守在军械库这边。护颜图要是敢来，朕亲手砍他。上次让他跑了，这次不会。你还记不记得第1天，你说朕的将士快饿死了，我说你胳膊在淌血，你没理我，又问了一遍够不够？记得，你搬了3袋米、2袋面、3桶水。你帮朕搬东西的时候，手在抖。那不是怕，那是饿的。那天晚饭没吃。你那天要是多吃了1碗面，搬东西的时候手不抖，朕可能不会记住。所以你记住我，是因为我抖。一个自己饿着肚子手还在抖的人，把米给了朕，那一刻朕知道，你不是在跟朕做交易，你是真的想给。还有40分钟，地翠夫攻阵的强度已经超过了历史所有记录，铜管现在就在查。时间快到了。孙琦说11点42分。朕的人在军械库门口，你的人守在你楼下。护颜图不管从哪边来，都有人等着他。对讲机开着，朕在那边，你在这边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别关。陛下，北面有动静。还有2分钟，共振峰值从来没有到过这个高度，铜管在发出声音了，我这边能听到。你替朕喝一碗。你自己回来走。朕在试着回来，但朕得先。陛下，他们绕过了城墙，3000人全在军械库外面，不是在攻城，是在围这座房子，围这道裂缝。原来大周的粮仓在这里。周远，频道别关。原来大周的粮仓在这里。这里不是你的草原，这里是朕的后宫。楼上什么动静？整栋楼在震，比他的蛇强3个质量级，他碰不起。周远，他怎么样？在打。朕还你泡面。周远，他在清自己的账，不是认输，是散武。
一个快倒闭的超市，他救过一座城，老板叫周远。朕给你第2日。陛下，外面3000步死兵全死了。他走后，剩下的萨马祭坛也塌了。北海那边龙卷风把蛇纹柱全拔了。辛苦了，去让弟兄们收兵。今晚不打仗了，今晚睡觉。陛下，您抱枕了。以后还会抱，习惯就好。左臂伤口裂了，之前的剑伤，刚才交挡的时候又撕开了。不急，先坐一会儿。刚才呼延图问龙脉连着什么东西，你跟朕说一个快倒闭的超市，老板叫周远。朕想纠正你。不是快倒闭的超市，是一家救了3万人的超市，老板叫周远。孙琦说铜管可能碎了，地质传感器现在2条曲线还叠着，但不知道能撑多久。那就在碎之前把能做的事做完。你上次说等朕那边忙完，过来走这条街。老邱的古玩城，孙琦的考古队，刘德彪的豆浆铺。打完了，打完了。两边互相支撑，龙脉不是靠铜管撑着的，是靠两边，但有代价，稳定不是免费。每次有人穿门，铜管都会烧掉一点寿命。现在它像一盏灯，亮着，但灯油会少。江月陛下，我有3000个问题想问你，但今晚我只问一个：您愿意做北郊遗址考古队的特邀顾问吗？有工资的。朕愿意。我不太会说好话，但你打赢了，豆浆明天早上现磨，加白糖，不要钱。朕在位1年，前300天一个人在城墙上站着，后65天有你们。朕请你们喝一杯，不是皇帝请的，是江源请的。比朕画的小。你画的是长安城主干道的尺寸。我跟你说免费，你不能跟我客气。这个比泡面好喝。那当然，粮食磨出来的，你喝的不是水，是地。你叫刘德彪，等朕回去，让军需官来跟你学磨豆浆，学费泡面1包。泡面1包就够？现在还塞在他铠甲里当护身符。这个北郊挖出来的，跟你在城墙撒的3层铁基里同一个批次的铁。朕撒了1300个，撒之前，朕不知道他3000年后会被挖出来。这是我老伴的嫁妆。他说那个围着围巾的丫头打赢了，这对镯子送他。朕不能收。你媳妇已经给了围巾，朕没有东西回赠。知道她被谁用过，怎么用的，为什么用的，你告诉我了，这就够了。你媳妇儿叫什么？王桂兰。火烧痕迹的碳4次测年，正月15，您把发电机推下去之后，火着了多久？1夜。到天亮的时候，护城河里的冰全化了。张阿四说像过年。江月陛下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不冒犯，您的岁玉玺上面的金线是3000年里碎的。大周完了，岁玉玺不需要修。昨晚光我打开的时候，岁玉玺被龙脉的光穿过，3000年之后它自己修好了。不是龙脉修好的，您提刀进裂缝的时候就已经把它修好了。说女皇不选妃，不上朝，不批坐招，还跑到墙那边喝了豆浆，从军械库走到超市门口，经过了老邱的古玩城、孙琦的考古队、刘德彪的豆浆铺，会来你这边坐一会儿。老邱泡的龙井装在里面，御史大夫跪着哭的时候，你喝一口。周远，朕今天走了你画的街，豆浆喝了，古玩城逛了，城墙地基摸了，只差一样。什么？你自己最爱吃的是什么？饺子，猪肉白菜馅的。老邱媳妇儿包的，在冰箱里，我给你煮1碗。早上7点开门，晚上10点关门。最远去过省城，进货，怕高，上到3楼腿软。朕记住了。7点开门，10点关门。猪肉白菜馅，怕高。臣启陛下，朔方解围已有半月，令伤兵王尚有87人需安置。臣已拟定抚恤折，请陛下过目。爱卿，你不劝朕选妃了？臣劝了3个月，陛下在奏折上批了4个字：朕有人了。臣再劝就是不识时务了，臣就不唠叨了。准奏：江南调粮加1船红糖，不是军需，是朕私人定的，从朕的私库里出。红糖何用？犒赏守城将士，每人1勺泡水喝，甜的。他们守了3个月城，该尝尝甜味。小周，米又没了，你今天进了多少袋？50袋，昨天进了50袋，前天进了50袋，这速度不正常。你那杯我放老地方。他今天上朝，白天不来，那明天再放一杯。朕今天批了17道奏折，御史大夫没哭，他改夸朕了，说朕龙案上放杯子，说明心情好。泡姜片能驱寒，朕冬天巡城的时候喝，
大概是6点，是你关门之前。是同步的。朕喝完去睡觉。周远，朕以前怕很多东西，怕城破，怕梁界，怕3万将士死在朕手里。现在朕怕的东西全没了，但多了一样。什么？怕习惯。习惯了每天傍晚走到军械库，推门进你的仓库，坐在纸箱上喝一杯你续的茶，然后有一天，门不开了。门关了，崔彤还在，他自己会发光。你放在你那边，我看着光，你知道我在。我说北边很远的地方，他问比鹤陵北郊还北吗？我说比北郊再北3000年。你那个门还能开多久？孙琦说铜管还能撑几年，少则3年，多则10年，他没把握。3年、10年，那你准备怎么办？就这么一个人开着超市，等他每天傍晚过来做半小时？有时候1个半小时。你觉得这能撑10年吗？都是3个月前我不敢想的日子。御史大夫殿又上折子了，不是选妃，他说江南的红糖到了，问您怎么分发。每名守城兵1勺，让他自己分，朕不替他做。帮朕续杯，红糖减半，上次太甜了。陛下，臣有个不敬的问题。你问。你每天去那边，那边到底是什么？光那边是什么？卖米、面、油、盐，3000年之后没人认得。你的问题，朕回答完了，朕要过去了。他等了1个半小时。今天朕批奏折批完了，朕留了一袋，你尝尝，跟你那边的红糖是不是一个味道？甜，但不是一种甜法。你这个有土味。3年之内做到和刘德标的一样甜。是一间仓库，仓库楼下是超市，超市收银台上有一块青砖，刻着远字，是朕刻的。没关系，朕不怕，朕替你去3楼。我不搬。朕知道你现在不搬，朕说的是以后。以后也不搬，搬了豆浆没了。你每天傍晚走不进我的仓库，你就知道我今天穿什么。12度，你得穿棉袄。穿了，你那件军大衣上次落在我这里的，我穿着。它表面还是光滑的，主钢管会出现第1道致命裂纹，就真的少一次。不知还能上几道折子，请陛下三思。爱卿，你这份折子写了多久？3个月。臣知道陛下不愿意，但大周不能只有陛下这3年。准奏，拟旨：从宗室中择贤者3人入宫教养，不称储君，称备选，朕亲自教。陛下，不破回，还得帮他们守一个王朝。况且朕每天傍晚要走1扇门，朕为了每天走过去，得把这边的事儿安排得妥妥。鹤岭市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3度，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15度。朕今天准了御史大夫的立储折，从宗室里选3个孩子入宫教养，朕亲自教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走之前什么都没安排，留朕一个人跪在灵前摔玉玺。碎玉玺修好之后，朕一直把它放在龙案上。今天朕忽然知道它为什么碎了又合，不是龙脉的力量。周远，统管的事，朕知道。孙琦的对讲机，朕那边也能听到。你们刚才在楼下说的话，每一句朕都听见。朕想了一整天，想该怎么办，减少来的次数，隔天来1次，每周来1次。最后，朕做了一个决定，朕就少活1天。你怎么知道统管能撑几天？你给了朕3袋米。续杯，红糖加满，今天不想减半了，全加。可能就在这几天，我在传感器上做了一个倒计时。3天。他知道吗？知道，他昨晚就知道了。清河在军械库门口放了一个更漏，倒着放的，沙子漏完，铜管碎。泡一壶，不管明天还是后天，今晚他来得有一杯好茶。袖子卷起来，踩到了。你叫什么？江恒，恒心的恒。母娘说，恒心就是不放弃。你母妃是谁？不在了，去年冬天病死。朕今天不上早朝，你们3个跟朕去一个地方。陛下，今天不是廷议粮草。大周的龙脉不是铜管，不是水脉，不是3000年后的超市。那个人会给我们红糖吃吗？会，他还会给你泡面，红烧牛肉味的，但你得先学会用筷子。那是远。他学会远字了没？是不是你在门里吃饭？朕的母后以前给朕包过饺子，不是这个味道。她说她放的是羊肉，
现在想吃了。他走了。孙启说，还有3天。朕知道，清河不让任何人碰，他自己每天翻1次。今天早上他跟朕说，沙子还剩3天的量。3天，朕算了一下，朕还能见你3次，今天1次，明天1次，后天1次。朕从只会在城墙上站着的皇帝，变成了能坐在纸箱上吃饺子的江月，是你给朕的3袋米开始的。你把梧桐树下的纸箱搬进来。朕看不到，但朕知道。今天不带杯子了，喝茶，明天朕自己泡。朕今天带刀，不是来打架的，是想给你看一样东西。朕让人打了一把新的，还有5分钟。周远，朕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，不是守住了朔方城。朕每天有时在军械库这边坐着，你在仓库那边坐着，中间没有门了，但朕知道你坐在哪儿。鹤龄5度，穿军大衣。朕那边下雪了，围巾很暖。今天这杯又凉了，门关了，以后我这豆浆省1杯。不用省，你每天早上放1杯，凉了你喝，和老规矩一样。今天5点，我在2楼。陛下，有时3刻了。他那边是傍晚5点3刻，收音机在播天气预报。他穿了军大衣，朕的军大衣。陛下，您怎么知道今天的天气预报？最高9度，最低3度，偏北风2到3级，朕全背下来了。清河，你觉得他现在在干嘛？坐在纸箱上。哪个纸箱？装了碎花坐垫的那个。碎花坐垫，朕做到棉花全塌了，他还留着。今天还是凉的。我知道，幼时再热一下，微波炉热30秒。北郊遗址今年的最后一次探访，昨天收工，挖到最后一块地层的时候，挖出了这个。检测做了3遍，它的光频率和当年的铜管共振完全一致。岁童还记得共振频率，但龙脉不是铜管，龙脉是水，水在，龙脉就不会死。太傅让我替他读。老臣今年77，准奏。赐御史大夫龙井茶1罐，明前的。告诉他，朕的保温杯换了一只新的，但他见到的那一幕，朕没有忘。姑姑，那个墙那边还开着吗？不开。今天早上岁童亮了一下，很淡，跟你第1次学写周字的时候墨蘸得太淡的那种淡。有时了，朕去军械库坐一会儿。今天下雨，鹤龄也在下雨。 5年了，从来不带伞，每次淋着回去。鹤岭市北郊古大洲遗址，今日出土一块刻字砖掌，